大家好，我是主播菲尔，感谢您正在收听《世界奇闻录》。今天我们来讲亚马逊森林中传说的黄金国。这个黄金国是否真的存在过呢？黄金国又是怎么消失的呢？奥雷利亚娜并没有说谎，她一定看到了黄金国辉煌的建筑和地画。可是为什么在几十年后，当其他探险者再度深入丛林的时候，发达的丛林文明会烟消云散，淹没在茂密的森林中呢？在当时的南美洲，欧洲的西班牙殖民者已经来到这里，经过多次战争，逐渐征服南美洲西部的印加帝国的各个地区。不过，对于南美洲中部茂密的亚马逊丛林中的城镇，无论是垂死的印加帝国，还是漂洋过海而来的西班牙人，都还无暇顾及。所以，黄金国应该不是被战争摧毁的。考古学家认为，欧洲人带来的瘟疫和其他一些疾病，可能是亚马逊丛林文明毁灭的根本原因。在16世纪中叶，丛林中的居民几乎接触不到病菌的源头——西班牙人。但是由于他们和印加帝国以及其他土著部落的贸易往来，不可避免地让一些病菌侵入了丛林城镇。瘟疫在城镇间快速蔓延，消灭了大批对病菌没有抵抗力的居民。丛林文明受到了重创，缺乏足够的劳动力维护丛林大道和城镇设施，于是文明以自由落体的速度衰落。短短几十年后，曾经辉煌的黄金国不复存在，只被覆盖了地画和古代城镇，文明失落了。如今大肆砍伐森林，揭开了这个昔日丛林文明的秘密。那些精美的地画向我们讲述了曾经有这样一批古代居民，他们既保护了雨林的环境，还发展了自己的文明。在他们身上，我们也许可以学到许多和雨林和谐相处的知识吧。当亚马逊雨林的树木被伐倒后，一幅幅由沟渠和道路组成的规则几何图案展现在人们面前。是谁大费周章地兴建了这些地面奇观？他们现在去了哪里呢？南美洲的亚马逊雨林是地球上最大的一片原始森林，被称为地球之肺。虽然这里很早就有原始人类活动，但第一次书面记录亚马逊雨林则是16世纪中叶的事情了。1540年，一位名叫弗朗西斯科·德奥雷利亚纳的西班牙殖民地征服者，率领一队探险队，深入到如今的厄瓜多尔内陆，想寻找一种叫做肉桂的珍贵香料。这支探险队顺亚马逊河而下，最终抵达了亚马逊河河口。在探险记录中，奥雷利亚纳声称自己在丛林中发现了传说中的亚马逊黄金国，一个繁荣、复杂、富庶的丛林文明。其文明程度足以和人们熟知的印加帝国相提并论。然而，后来的探险者深入丛林，寻找黄金国的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他们仅仅发现了一些落后的原始部落。难道黄金国只是奥雷利亚纳的杜撰吗？或者曾经的黄金国一夜之间消失了？最近，卫星和航拍图像揭示了亚马逊丛林中惊人的秘密。由于许多丛林被人为砍伐，露出了地表，对巴西西部与玻利维亚北部边界进行空中拍摄的结果是，图像清晰地展示了约200多幅巨大的地画，
这些地化有许多宽10米左右、深达2米的巨大沟渠或者大道连接而成，形成了正方形、长方形、同心圆、六边形或八角形等非常规则的几何形状。每一个独立的地化方圆在90米到300米，但是也有非常广阔的地化，其中最大的一幅跨度甚至达到了250千米。这还仅仅是根据图像初步研究的结果，很可能地化覆盖的地区更为广阔。其实早在2003年，美国的考古学家就在巴西中北部的亚马逊丛林中发现了一些由大道联系的古代城镇遗址，表明丛林中可能曾经出现过文明程度很高的部落。而这一次发现的地化，从几何形状和修建方式看，和那些古代大道类似，但两者也有明显的区别。那些古代大道主要用于交通联络，而新发现的地化，其主要功能似乎并不是交通，而更多的是古代人表达自己的某种宗教信仰和期望的形式。如果不是砍伐森林，这些地化还会隐藏在丛林中不为人知。地化和古代遗址、大道的发掘，让一个高度发达的丛林文明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个所谓的黄金国位于亚马逊雨林中，虽然还没有发现大城市，但从遗址规模看，当时丛林中的一些城镇和中世纪欧洲的一些城镇大小相仿。而早在3-4千年以前，当地的居民就有效地利用亚马逊河及其支流冲击形成的平原和一些高原的地形，建造城镇。然后他们又披荆斩棘，在丛林中修建了连通各个城镇的宽阔道路，并用同样的方法，在丛林中进行艺术创作，制造了神奇的地化。此外，考古学家最近还在丛林中发现了许多陶器和模具。这些器物的特点表明，有些遗址其实并非人类定居之用，而是宗教祭祀的场所。还有一些遗址明显是军事上的防御工事。地化和遗址的建筑结构表明，当时的亚马逊人的数学、天文学、工程学知识相当发达。虽然他们没有修建类似玛雅人的建筑，但他们的一些建筑的方位显然和天文现象相关。他们建筑的圆形和正方形的尺寸非常精确。此外，要修建如此规模的地化和城镇，肯定需要相当发达的经济支撑。由此可见，亚马逊丛林中的确孕育了高度发达的人类文明。那里曾经出现过黄金国，并不只有一些茹毛饮血的原始人。高度发达的文明必须有足够的经济基础，特别是粮食支撑。考古学家已经知道，玛雅人、印加人在山坡蓄水，种植木薯、玉米等作物。那么，这些黄金国的居民靠什么为生呢？过去人们常常把热带雨林称为潮湿的沙漠，因为那里虽然植被茂盛，但从粮食生产角度看却如同沙漠。因为土壤的营养不适合农作物的生长和丰收，这也是为什么毁林开荒却没有多少粮食收益的原因。如果黄金国的人口众多，考古学家甚至认为某些城镇的居民达到40万，他们如何填饱自己的肚子呢？让考古学家惊叹的是，这些黄金国居民发明了一种人造土壤，它由亚马逊丛林的黄土掺杂木炭制成，无需再添加任何肥料，就可以大大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即使在雨林炎热潮湿的环境中，这种人造土壤的肥力也可以保持几个世纪之久。
这项简单的发明，加上雨林中充沛的降水，养活了大量的人口，让亚马逊地区成为古代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聚居区之一。其文明前后持续了2000多年，至少可以比肩玛雅文明和印加